和世子成亲那天，我的绣球里掉出一条男人的贴身汗巾。天哪，阿姐，这不是王二麻子的汗巾吗？原来你们早就有染了。我被迫下嫁给了傻子，而我的庶妹却坐上我的花轿，风风光光嫁进了侯府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世子和庶妹联手为我设下的死局。沈清慈，看在你就要死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当年那条汗巾是我亲手塞进你绣球里的，就是要让你在大婚那天身败名裂，永世抬不起头。我想起来了，大婚当天是你。阿姐，这是我连夜替你绣的绣球，愿你和招远哥哥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那时的我竟然天真的信了，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害我！害你，沈清慈，要怪就怪你挡了若兰的路，若不踩着你，怎么名正言顺的做世子妃？姐姐，你就安心去死吧。你的男人，你的荣华富贵，从今以后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。若有来世，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，不死不休。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大婚前晚。阿姐，这是我连夜为你赶制的绣球，明日你一定要泡这个。果然，里面早就藏了东西。沈若兰，上一世你们的阴谋得逞，可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如愿。那就多谢妹妹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收着。小姐，这是男人的贴身汗巾，要是被人发现，您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二小姐在里面塞这种东西，这是想要您的命啊！去，把这条汗巾塞进沈若兰的绣球里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上一世，沈若兰与我同天出嫁，她虽出身卑微，配不上世子那样的门第，但好歹也靠着沈家说了秦家那样不错的亲事，怪不得上一世她连自己的绣球都是随手买的，唯独亲手为我准备了绣球。现在想来，她早就打定主意要将我取而代之。不过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亲自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若兰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这花轿太高了，我有点上不去。青瓷，若兰的轿子确实矮小了些，不如让她与你同乘一点。凡你们都要先去望月楼抛绣球，顺路一道走便是。两姐妹同乘一顶花轿，这不合适吧？哪有这样的规矩？是啊，一顶轿子抬2个人，这是要同时娶过门吗？这不是打沈家嫡女的脸吗？不用了，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碰她的东西，我没关系的。我只是昨晚熬夜给姐姐赶制绣球太累了，今天腿有些发软，我不碍事的，慢慢爬上去就。沈清言，若兰为了你熬了一整夜，手都戳破了，如今不过是借你的轿子做一段路，你都不肯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若不让若兰上你的轿，待会儿到了望月楼，你的绣球我也不会接。堂堂世子，竟然在迎亲当天为了一个庶女威胁自己的未婚妻，这哪里是来娶亲的，分明是在当众羞辱沈家大小姐啊！上辈子你也压根没打算接我的绣球，随便你们。若兰别怕，我扶你上去。姐姐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招远哥哥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姐姐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待会儿我哄哄他，他肯定会接住姐姐的绣球的。是吗？万一他一生气，故意去接你的呢？怎么会呢？招远哥哥可是姐姐的夫君。沈若兰，你满心都在想着如何取代我，连自己的绣球被动了手脚都没有发现。若兰，小心脚下。若兰脚受伤了，我照顾一下。无妨，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镜子，待会儿抛绣球，你记得往左边抛。是啊，姐姐，我都跟招远哥哥说好了，你往左边抛，他一定会接住你的绣球，你可千万别辜负我一番苦心呀。知道了。
果然，跟上一世的站位一模一样。姐姐，我们待会儿同时抛，你往左边，我往右边，千万不要抛错喽。知道了。沈家有喜，二女出嫁，抛绣球。妹妹，这不是王二麻子的汗巾吗？原来你们早就……天哪！沈家二小姐的绣球里居然掉出男人的贴身汗拔，这也太不知廉耻了吧！啧，平时看着挺斯文的一个姑娘，背地里居然跟一个傻子私相授受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今天可是秦家娶亲的日子，这不是当众打秦家的脸吗？就是，秦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，怎么能容沈这样的媳妇儿进门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前世的这些话，如今终于都落到了沈若兰身上。你们别胡说，这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我的绣球里。不是你的，怎么会从你的绣球里掉出来？大家可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都闭嘴！不过是一条来历不明的汗巾，能说明什么？世子爷，这汗巾可是从沈二小姐的绣球里掉下来的。就是，刚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的，是我的，真的是我的。王二麻子，你说清楚，这汗巾真是你的？是我的，当然是我的。二小姐拿了我的汗巾，她喜欢我，她要嫁给我。原来还真是王二麻子东西。贴身汗巾都拿到手了，这两个人的关系恐怕早就不一般了吧？沈二小姐马上就要嫁进秦家了，竟然还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。不是的，张远哥哥，我跟王二麻子根本没有关系，是有人陷害我。二小姐，你别害羞，你拿了我的汗巾就是喜欢我。你胡说，滚开！是你，沈清禅，是你陷害我！那条汗巾根本不是我的，它明明应该在你的绣球里。妹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少装傻！这条汗巾明明是你绣球里的东西，一定是你偷偷换了绣球，故意陷害我。妹妹，你说这条汗巾是我的？没错，就是你的。可刚才大家都亲眼看见，这条汗巾是从你的绣球里掉下来的。那是因为你动了手脚，它原本就应该在你的绣球里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绣球好好的在这里，怎么会藏着男人的贴身汗巾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亲手放进去的。你说你亲手放的？放什么？放一条男人的贴身汗帛？什么？那条汗状居然是沈二小姐亲手放进去的？她为什么要往自己姐姐的绣球里放男人的贴身物质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这是我的绣球啊，妹妹，你为什么要在我的绣球里放男人的贴身汗帛？原来沈二小姐早就知道这条汗咒，我明白了，她是想把汗州藏进沈大小姐的绣球里，毁掉自己姐姐的名声。好歹毒的心思！今日若不是阴差阳错，这身败名裂的可就是沈大小姐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要听他胡说。赵远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伤害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青子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方才可是妹妹自己说，那条汗帛是她亲手放进去的。如今我的绣球里什么都没有，汗帛却从妹妹的绣球里掉了下来。陆昭远，你倒是告诉我，这是什么误会？不是误会，汗巾是我的，二小姐喜欢我，二小姐要嫁给我。你给我闭嘴！不仅与王二麻子私相授受，还想陷害自己的亲姐姐，这沈二小姐真是好狠的心。够了！秦伯伯，你听我解释。沈家二小姐，我秦家虽非大富大贵，却是清清白白的书香门大，断然容不下这等伤风败俗之事。秦伯伯，今日之事，我秦家高攀不起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秦伯伯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他是沈清子陷害我，这一切都是他做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而处处攀咬他人，秦家更不敢娶你这样的媳妇儿。我们走。秦伯伯，呸！真不要脸！绣球里藏男人的贴身汗巾儿，还跟傻子有私情，这种女人谁敢娶？秦家退婚退得好，
如今出了这种丑事儿，名声尽毁，也就只能嫁给王二麻子了。好啊好啊，嫁给我，嫁给我！媳妇儿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！我不去，我不要嫁给一个傻子，滚开！你给我滚开！我媳妇儿害羞了。都给我住手！若兰不能下嫁给傻子。秦家不娶，我娶。天哪，陆世子疯了吧？他今天不是来娶沈大小姐的吗？是啊，放着好好的嫡女不要，要娶一个跟傻子有私情的庶女。娘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娘？今日是你与清然成亲的日子，你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要娶一个刚被秦家退婚的女人，你是想把侯府的脸都丢尽吗？闭嘴！青子，是昭远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今日之事，伯母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伯母言重了，还不快给青瓷道歉！从今往后，不许你再管这个贱人的死活！哼，陆昭远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道歉？你媳妇儿，没人要你，我要你，快跟我回家！秦家已经退婚，你与我陆家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嫁给谁是你自己的事。青瓷，我们走。昭远哥哥，你敢过去试试？媳妇儿，走，跟我回家。我不要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不愿意嫁给傻子，我愿意嫁入侯府为妾，以后为奴为仆，好好伺候姐姐。起来吧，青瓷，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若兰从小与你一起长大，她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。你不能因为一条来历不明的汗证就毁了她的一生啊！来历不明，那条汗巾是从她的绣球里掉下来，王二麻子也亲口承认是她的。方才妹妹还说漏了嘴，承认自己在我的绣球里放了东西。若兰一定有她的苦衷，况且今日之事尚未查清，你就不能先救救她吗？姐姐，你曾经很疼爱我的。小时候我生病，是姐姐整夜陪着我；我被人欺负，也是姐姐替我出头。姐姐，你忘了吗？你忍心看我嫁给一个傻子，一辈子活得生不如死吗？青瓷，若兰都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给她一次机会吧。前世我被他们陷害，吃吧，在猪圈里生不如死的活了20年，然后又被他们暴尸荒野，他们可曾有过半童心软？不行，我嫌脏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沈清晨，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？我可是你妹妹。妹妹，你在我的绣球里藏男人的贴身汗巾，想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，可曾把我当成姐姐？我没有。你有没有方才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？青瓷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若兰如今已经被秦家退婚，名声也毁了，她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你就不能宽容一点？宽容？你们也配？今早迎亲时，我见你们二人又搂又抱，非要让她一个庶女上我的花轿。陆昭宇，你们可曾给过我半分体面？若兰腿脚不便，我不过是照顾她一下，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照顾？从沈府到望月楼，你一路对她嘘寒问暖，却连正眼都没看过我这个未婚妻。我不是瞎子，也不是傻子，我本来想着大局为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可你们倒好，蹬鼻子上脸，如今还敢让我宽容？陆世子今天一直围着沈二姑娘转，连自己的未婚妻都不管。刚才他还当众说秦家不娶她娶，这两个人的关系恐怕早就不一般了。不是的，我和昭远哥哥清清白白，你们不要胡说。昭远哥哥，你快跟他们解释啊！怎么不解释了？沈清言，今日是你我成亲的日子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把事情闹得难看的人是我吗？都让开！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族长爷爷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被冤枉？这东西是从你的绣球里掉下来的，王二麻子也当众认认了。你还亲口承认曾往青瓷的绣球里放过东西。
沈若兰，你身为沈家女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等丑事，实在令沈家列祖列宗蒙羞。族长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沈家100年清誉，岂容你一人败坏？按族规，不贞不洁、败坏门风者，杖责20，除名出族。族长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沈清潭陷害我，是他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攀要敌且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按族规处置。放开我！我没有做错，你们放开我！族长，此事另有隐情，您不能。你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娘，若兰她是被冤枉的，人证物证都摆在眼前，你还要替她说话？今日是你与亲叔大婚，你为了一个庶女当众悔婚，如今还想阻拦沈家执行族规，我陆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！给我在这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！不要，族长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！赵远哥哥，救我！赵远哥哥！若兰，真是活该，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，还想陷害自己的嫡姐，沈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，如此处置已经是便宜他了。赵远哥哥，救我！娘，再打下去，若兰会受不了的。闭嘴！沈若兰，这一世被众人唾弃、身败名裂的滋味，你也该好好尝尝。族长，人昏过去了。诸位见笑了，从今往后，沈若兰不再是我沈家的人，生死和我们沈家无关。媳妇儿，走，咱们回家。今日是你与青岩大婚，把你那副脸色给我收起来。哼！青瓷，昭远只是一时糊涂，日后伯母定会好好管教他。有劳伯母费心了。小姐，世子今晚不会来了。我听下人说，他去了二小姐原先住的院子，在门口坐了一夜。我知道，意料之中的事。他若是来了，我反倒觉得稀奇。小姐，您就不生气吗？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，他却丢下您，跑去守着那个被赶出家门的人。有什么好气的？可他是您的夫君啊！夫君又如何？小姐，你以前那么喜欢世子，为了嫁给他盼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他这样对你，您怎么好像一点都不难过？难过？上一世我确实以为嫁给陆昭远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春和，你只要记住，从今往后不必再为陆昭远的事情替我生气。可是小姐，我嫁给他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爱情，那小姐是为了什么？而是前世他们欠我的债，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若我不嫁，沈洛兰明日就会被世子接回侯府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前世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嫁进来是为了复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只要小姐好，我就好。小姐，今日是新媳妇儿敬茶的日子，世子怎么还没来？他是故意想给我添堵，自然不会与我同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敬茶的是我，他来不来与我何干？走吧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快坐下。多谢母亲。瞧瞧，新媳妇一个人来敬茶，世子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，昨儿大婚，世子全程没给过一个好脸色。听说昨夜还是他一个人独守空房。唉，也是个可怜的，嫁过来第一天就守活寡，今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都给我闭嘴！我陆家的儿媳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嚼舌根。青瓷，你是个体面的好姑娘，昨日大婚，昭远当众胡闹，昨夜又将你一个人丢在婚房，此事是我们陆家对不住你。母亲不必自责，你越是懂事，我心里越是过意不去。这是陆家历代传给长媳的镯子，今日我把它交给你，
从今往后，侯府的中尉之权就交给你了。母亲，我刚嫁进侯府便接管中尉，只怕难以服众。你是昭远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也是侯府未来的主母，这中尉本就该交到你手上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若有人不服，自有我替你撑腰。谢母亲信任，儿媳定不负所托。小姐，夫人不仅把长媳的镯子给了您，还把中妇之权也交给您了。这下看那些人还敢不敢在背后嚼您的舌根。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掌管侯府中费啊，以后府中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您的手。那些下人见了您，谁还敢不恭恭敬敬的？中费之权可不只是风光。那是什么？府中账目、田产、铺子、人情往来，桩桩件件都要过手。管得好了是本分，管得不好，第一个被问责的也是我。反正小姐这么聪明，肯定不会出问题。小姐，这账本有什么不对吗？现在还不好说。春和，奴婢在，去把管家叫来。从今日起，世子的月令减半，所有额外开支需经我签字才可支取。这世子那边恐怕……怎么，母亲刚把中费之权交给我，第一件事就办不动了？不敢不敢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小姐，您怎么突然把世子的月例减半了？陆昭远这些天没少往王二麻子家跑，侯府的钱自然不能让他拿去养沈若兰。既然母亲把中府交给了我，这第一笔账自然要从他身上算起。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这么点衣服取到现在？天这么冷，水都快结冰了，我怎么洗？你还当自己是沈家二小姐呢？进了我王家的门就得干活。你瞪什么瞪？赶紧洗，洗不完不许吃饭。昭远哥哥，若兰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昭远哥哥，你看看我的手，那个傻子逼我每天用冷水洗衣服，婆母也处处刁难我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若兰，你受苦了。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昭远哥哥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现在还不行，你刚被沈家除名，外面的风声还没过去。我若现在接你回侯府，母亲绝不会答应。我就知道，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连你也不要我了。胡说，我怎么会不要你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一直留在这里受苦。这2个奴婢留下伺候若兰，这些银子也给你们，日后不许再让若兰干那些粗活。有钱，有钱。昭远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若兰，你再忍忍，等这阵子风声过去，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回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誓，绝不会让你在这个破地方待太久。小姐，您是没瞧见，二小姐如今天天用冷水洗衣服，双手冻得满是痛创，世子心疼的不得了，又是送奴婢，又是给王家银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上辈子我在王二莽子家受尽折磨，最后被一卷破草席裹着丢在雪地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这些都是拜他们所赐，我受过的罪，他沈若兰必须加倍偿偿。去银庄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停了对世子的所有工钱，一文都不许给他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另外，拿些碎银子去一趟王二麻子家，告诉他娘，以后但凡陆昭远登门，只管拿条招赶出去，赶得好，我还有赏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保准办得妥妥当当。姑娘放心，那小白脸再敢登门，老娘立马把他赶出去。我家小姐说了，只要事情办得好，日后还有赏钱。还有赏？放心，老娘保证让他连我王家的门都进不来。他来做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衣服洗完了吗？你刚才收了他的银子，老娘收谁的银子，还用得着跟你交代？赶紧洗衣服去。什么呢？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来见若兰。不许进！让开！这里是我王家，老娘说不准进，就是不准进。昭远哥哥，若兰，还敢往里闯，滚出去！这些银子给你，让我进去。你来干什么？又来勾引我儿媳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大娘，我是若兰哥哥，只是来看看她，这些您先拿着。就这么点儿，大发叫花子呢？这些银子已经够你们一家用上几个月了。几个月？
当老娘傻呀？你三天两头往我家跑，谁知道你跟我儿媳妇是什么关系？我与若兰清清白白，你不要胡说。清清白白，你天天往有夫之妇家里跑。银票你已经收了，让我进去见若兰。没钱还来，滚！你这个刁妇，住手！以后再敢登门，老娘打断你的狗腿！朝阳哥哥，若兰，还敢当着老娘的面眉来眼去，滚！你住手！不许打朝阳哥哥！你给老娘滚回去！谁勾引我媳妇儿？就是你勾引我媳妇儿，老子打死你个小白脸！陆昭远，呸！小白脸，再敢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不是侯府世子吗？怎么又跑到王家来了？还能为什么？肯定是来找王家媳妇儿的呗！都给我闭嘴！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人家有夫之妇也勾搭。就是，堂堂世子竟干这种龌龊事儿，打得好，打死这对狗男女！小姐，您是没看见世子那满头满脸的鸡蛋液，衣裳都臭了，一路跑一路被人追着骂，脸都丢尽了。看来我给王家的银子没白花。何止没白花，奴婢听说世子回来的时候，连侯府的下人都差点没认出他。什么味儿啊？滚出去！春和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沈清言，你满意了？世子何出此言？别装了！王家那个泼妇突然不让我进门，还敢动手打我，难道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世子说笑了，王家的人不让你去见自己的儿媳妇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不过是嫉妒我心里有若兰，才想方设法阻止我去见她。我告诉你，你耍这些下作手段也没用。我陆昭远这辈子心里只有若兰一个人，你就算脱得精光站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就滚出去，别熏到我。还不走？说了吗？世子妃把世子气得连夜搬去了书房，刚成婚就闹成这样，世子妃往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从那以后，府里的人都说我太过强势，把陆昭远气跑了，往后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可我充耳不闻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将侯府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陆昭远倒也乐得清静，每日下朝便钻进书房，连正眼都不往我的院子看一眼。我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回门那日。青瓷，今日回门，我陪你一同去。你今日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姑爷陪心腹回门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免得旁人看了说你不受夫家重视。世子什么时候这么在意我的脸面了？今日是你回门的日子，你非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随你。若兰见过姐姐、姐夫。姐姐，沈若兰，你已经被沈家族长当众除名，不再是沈家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姐姐？我知道我做错了事，惹姐姐生气了。可你我毕竟姐妹一场，血脉相连，难道就因为一次过错，便要生生斩断这份情分吗？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最疼我。如今我已经被赶出沈家，嫁到王家受尽苦楚，难道你还不能原谅我吗？一次过错，你在我的绣球里藏男人的贴身汗巾，想让我在大婚当日身败名裂。事情败露后，又口口声声说是我陷害你。如今到了你嘴里，倒成了一次无关紧要的过错。姐姐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你是真知道错了，还是如今过得不好，才想起我这个姐姐？够了，青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若兰她已经知错了，你又何必这般咄咄逼人？我咄咄逼人？她已经被沈家除名，秦家也退了婚，
如今更是受尽苦楚。就算他曾经做错过什么，也已经付出代价了。说到底，大家还是一家人，家和万事兴，你就不能宽容一些吗？一家人，陆昭远，你搞清楚了，今天是沈家女儿的回门宴，我是沈家的嫡女，回的是沈家的门。请问，你是沈家的女儿吗？你回的是哪门子的门？是我请若兰来的。父亲，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？父亲，我没事。青瓷，若兰做错了事，也已经受了罚。说到底，她终究是我沈家的血脉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所以父亲今日特意将她请了回来。她已经被秦家退婚，又被赶到王家吃了这么多苦，难道这些惩罚还不够吗？你是姐姐，就不能大度一些？今日是你回门的日子，一家人好好吃顿饭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前世母亲想接我回来，却被父亲拦住。青瓷是我的女儿，我要接她回来。她做出那等败坏门风的事，早已丢尽沈家的脸，谁也不许接她回来。任由我自生自灭。如今沈若兰不过吃了几天苦头，她就心疼得不得了，眼巴巴的要将她接回来。过去，景然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若兰已经变成这样，你还想如何？这件事，母亲知道吗？你母亲最近身子不好，在别院休养，这点小事就不要打扰她了。小事？父亲想让一个被族长亲自除名的人重新踏进沈家，竟然只是一件小事。若兰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我难道还能真的看着她在外面受苦不成？父亲，好了，别哭了。果然，他是瞒着母亲才敢这么做。沈若兰是父亲在外面的私生女，当年母亲怀着我时，父亲便将外室领回了沈家。母亲因此险些小产，从此与父亲离心，搬到别院独居。夫人，父亲不敢让母亲知道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母亲绝不会同意沈若兰回来。父亲想让妹妹重新会族谱，也是不是可以。姐姐，你愿意让我回来？族中规矩不能废，总要请族老们齐聚一堂，重新拜祖归宗，才算正事。不过是让若兰回家吃顿饭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父亲刚才不是说她终究是沈家的血脉吗？既然想让她重新成为沈家人，自然要按照沈家的规矩来，不然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沈家是不遵礼法的破脸户呢。姐姐，我不介意的，只要能回家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我们沈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地方，向来重规矩。沈青瓷，你说话何必这么难听？怎么，世子既然这么心疼他，不如现在就将他带回侯府。父亲若执意要让他们今日进门，也可以，就以客人的身份招待吧。好吃，好吃。嘿嘿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快吃呀！嘿嘿嘿嘿，你们不吃，那都是我的了。嘿嘿。这鸡腿香，媳妇儿你也吃。你好好吃，别丢人现眼。媳妇儿，你不喜欢吃鸡腿？我不吃。那我吃。若兰，你怎么不吃东西？我没什么胃口。若兰，吃这个，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。谢谢昭远哥哥，我记得你爱吃莲子，这个给你。难为你还记得。媳妇儿，我也要吃你夹的。你都给他夹了，为什么不给我夹？我要你喂我，你喂我嘛。你自己吃。我不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就要你喂。媳妇儿，喂我，喂我。吃吧。啊，好吃，媳妇儿喂的最好吃，媳妇儿真好，我还要吃。坐好，别闹了。我不，我还要媳妇儿喂。瞧这王姑爷，倒还挺会缠人。二小姐的脸都快绿了，有什么办法？谁让她自己不检点，落得如今这般地步。媳妇儿，你也吃。我不吃。
你刚才吃他家的，为什么不吃我的？媳妇儿吃我喂的肉了，媳妇儿喜欢我。媳妇儿，我还要吃那个。你自己不会夹吗？我要媳妇儿喂。来人，给王姑爷身边添2个伺候的人，布菜倒酒，仔细照料着。是。王姑爷想吃什么，奴婢替您夹。我不要他们！我要我媳妇儿喂，媳妇儿！王二麻子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要媳妇儿喂，我就要媳妇儿喂！够了！你凶我干什么？若兰也是沈家小姐，不是伺候你吃饭的丫鬟。她是我媳妇儿，我就要她喂。世子管的未免太宽了，人家夫妻之间的事，世子一个外人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对，她是我媳妇儿啊，媳妇儿还要吃。是你的，别闹了。媳妇儿真好，嘿嘿。今日趁着大家都在，我有件事要宣布。若兰虽已被族谱除名，但她必旧是我沈家的骨肉。从今日起，就让她重新回沈家。你们以后都要以二小姐来尊称她。多谢父亲。父亲，青瓷，此事你先别告诉你母亲，她身子不好，不宜动气。不让告诉我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别院休养吗？你还有脸回来？母亲，住口！你不配喊我母亲。当年你那个外房娘，趁我怀孕勾引我的丈夫，生下了你。怎么，如今被赶出沈府，还想着故技重施？我娘没有。有没有？轮不到你来告诉我。沈正廷，你当年是如何跪我面前发誓的？你说此生善待嫡女，绝不让外室踏进沈家半步。这些话你都忘了吗？夫人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今日当着孩子们的面，何必再提？过去了，你一句过去了，就能把自己做过的丑事一笔勾销？沈若兰已经被族长除名，你却瞒着我将她带回沈家。若不是我今日赶回来，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瞒着我？若兰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已经受了这么多苦，我这个做父亲的，难道真能眼睁睁看着她不管吗？你的亲生女儿？青瓷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今日是青瓷回门的日子，你不问她在侯府过得如何，反倒把一个被除名的私生女接回来，逼着青瓷认她这个妹妹。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做什么？怎么，你做得出来这等丑事，还怕人说？夫人，您别再责怪父亲，我知道自己身份低微，不配回沈家，我走就是了。若兰，你不用走。好啊，沈正廷，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。沈家的银子都是我陪嫁的产业赚来的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你若再护着这个野种，我就带着青如回娘家，你一个人守着她过日子吧。娘，喝口茶。一回来便遇上这些糟心事，娘既然不喜欢，以后少见他们便是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只是放心不下你。昨日大婚，今日回门，陆昭远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沈若兰。青瓷，你老实告诉娘，你在侯府过得到底好不好？前世母亲因为我的事郁郁而终，我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，甚至连一炷香都没能为她上。青瓷，傻孩子，哭什么？娘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娘，我只是突然觉得以前的自己太不懂事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？娘，你放心，女儿长大了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咱们。傻姑娘，谁还能欺负得了你娘？等等，小姐，这些饭菜有什么问题吗？从今日起，
母亲所有饮食和汤药都要经过我们的人检查。小姐是怀疑有人会害夫人，小心一些，总不会有错。夫人气血亏虚，需要静心调养。我重新开一张方子，按时服用便可。有劳大夫。前世直到母亲去世后，我才知道她的饭食早已被沈若兰暗中派人动了手脚，最后伤了身体，气血两亏，郁郁而终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我如今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你也该回侯府了。女儿再陪娘几日。你如今掌管侯府中虞，哪能一直留在娘这里？放心吧，娘现在身体好得很。那娘一定要按时吃药，所有饮食也只能用我安排的人送来的。知道了。我们回侯府。小姐，世子来了，说有要事与您商议。他这些天不是一直躲在书房吗？奴婢也不知道，不过瞧世子的模样，好像还挺高兴。让他进来。世子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里？我有一件要事与你商议。说吧。若兰怀孕了，她如今在王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也亲眼看到了，大人受苦也就罢了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总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受罪。所以呢？我想把若兰接进侯府，哪怕只是做个妾室，也总好过让她继续留在王家遭罪。世子莫不是忘了，沈若兰如今是王二麻子的妻子，那桩婚姻本就是阴差阳错，若兰根本不喜欢那个傻子。她喜不喜欢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沈清子，我今日来不是与你吵架的。那世子是来做什么的？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在通知你。是吗？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主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兰她冰清玉洁，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自然会为我守身如玉。你何必说这种话侮辱她？冰清玉洁，守身如玉。若兰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既然世子这么相信她，那还来问我做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只是通知你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是侯府世子妃，沈若兰想进侯府，就得先问我答不答应。你就是嫉妒若兰怀了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？那王家媳妇嫁过去没多久，两人便住到了一间屋里。可不是嘛，天天晚上闹出那么大动静，隔壁都听得见。我太了解沈若兰了，她那种人又怎会在王家守什么贞洁？你不同意，我就去找母亲。娘，我要把若兰接进侯府。不行，娘，全京城都知道她绣球里调出男人的贴身汗巾，还被秦家退了婚。这样的人进我陆家的门，岂不是让整个侯府跟着蒙羞？可若兰已经怀孕了。她怀孕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若兰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娘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。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一定是你的？若兰心里只有我，她绝不会让王二麻子碰她。糊涂！此事不必再说，我绝不会答应。娘，你若不同意，孩儿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那你便跪着吧。夫人，世子已经3天滴水未进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怕身体撑不住。娘，只要你答应让若兰进门，我就起来。母亲怎么来了？青言，坐吧。母亲可是为了世子的事而来。庆慈，我知道这事儿委屈你了，可招远那孩子倔，已经3天滴水未进，我怕他真把自己折腾出个好歹来，让沈若兰进门吧。左右不过是个妾室，翻不出什么浪来。你放心，你才是侯府未来的主母，他绝越不过你去。既然母亲都开口了，儿媳岂有不从之理？你答应了？母亲放心，儿媳答应让沈若兰进门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侯府不会亏待你的。小姐，您怎么答应了？为什么不答应？那个贱人还没进侯府，就已经闹出这么多事，真让他进了门，还不得翻了天去？小姐，您就不怕他进府以后继续害您？让他进，他进来了，这出戏才更好看呢。
昭远哥哥，我今日进门，侯府连一场喜宴都没有吗？若兰，你如今只是以妾室身份进府，母亲能答应已经不容易了。可这身衣服，还有这顶轿子，我知道自己身份低微，可今日毕竟是我进侯府的日子。委屈你了，你放心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，以后有我在，绝不会再让你受苦。只要能陪在昭远哥哥身边，若兰受什么委屈都值得。走，我带你去住处。我就住这里。这里虽然偏了些，但胜在清静。等过些日子，我再想办法给你换个院子。可是姐姐住的院子，青瓷是世子妃，住的是正院。昭远哥哥误会了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这些是上好的补品和新到的料子，你若喜欢，便留下用。多谢母亲。该是我补偿你才对。你以后凡事以轻言为尊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青瓷，若是昭月再胡闹，你只管来告诉我。儿媳明白。世子这是要去哪儿？若兰刚进府，我去陪陪她。母亲方才的话，世子这么快便忘了。小姐，沈若兰进府这么多天，竟然一直没有动静，怎么？你还盼着她来找麻烦？奴婢只是觉得奇怪，以她的性子，怎么可能这么安分？急什么？她费尽心思进了侯府，总不会只是为了住在偏院里。小姐是说，她迟早会来找您的麻烦？不是迟早，应该快了。沈清奇，世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你做的好事。世子何出此言？若兰喝了厨房送去的汤羹，现在腹痛不止。厨房向来由你掌管，你敢说不是你动的手脚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母亲来的正好，既然世子说这汤羹有问题，那便请大夫来验一验，也好还儿媳一个清白。来人，去请大夫。是。大夫，怎么样？回夫人，世子，这汤羹中并无毒性，只是里面掺了些巴豆粉，分量不多，不至于伤人，但足以叫人腹痛腹泻。还说不是你？你明知道若兰怀有身孕，竟然还下这种东西捉弄她。劳烦先生再看看，这巴豆粉是煮进汤里的，还是后来撒上去的？回世子妃，这巴豆粉并未完全融入汤中，应当是汤羹炖好之后才被人撒在表面的。那就奇怪了，厨房由我掌管，我若真想下药，大可以让人在炖汤时将巴豆粉放进去，何必要等汤送出去后再撒在表面，徒留痕迹？你，来人，把今日给沈若兰送汤的丫鬟叫来。今日傍晚是谁去厨房端的汤？回世子妃，是奴婢。从厨房到偏院，中途可曾经过他人之手？没有，奴婢从厨房端了汤，直接送到了二小姐房。之后呢？说，二小姐说想自己喝，让奴婢退下了。来人，在，去将沈若兰的屋子搜个惯。老夫人，我们在二小姐房中发现了未用完的巴豆粉。好一个沈若兰，自己给自己下药，栽赃陷害主母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过来！母亲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也不知道那汤里怎么会有巴豆粉。你不知道，汤是你让丫鬟退下后自己喝的，巴豆粉是事后撒上去的，你还敢狡辩？不是的，我来人，把她拖回偏院，禁足1个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院门一步。谁敢私自放她出来，一并杖责。母亲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若兰，这个逆子！小姐，您真是神了！您怎么知道沈若兰会来这一出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上一世她曾用同样的手段栽赃府里一个看不顺眼的姨娘。后来呢？那姨娘百口莫辩，最后被活活打死。真是可恶！像她这种人，关1个月禁密都是便宜她了。不过小姐，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之后若是再对您下手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小姐已经知道她接下来要做什么了。我就怕她不下手。小姐，她不是被禁足了吗？看来有人心疼她，偷偷把她放出来了。姐姐好雅兴，一个人在这看书呢。禁足期间擅自外出，你胆子倒是挺大。姐姐放心，母亲不会知道的。我只是在院子里走走，透透气罢了。
姐姐，你费尽心思想扳倒我，可有什么用呢？昭远哥哥心里装的只有我，你就算占着世子妃的位置，也不过是个摆设。哦，姐姐，我只是想给孩子透透气，你何必这样推我？若兰，沈清言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昭远哥哥，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我的肚子好痛。若兰，来人，快请大夫！怎么还没生下来？你安静些，不是说离生产还有些日子吗？怎么突然就要生了？生了！恭喜世子是个小公子，快让我看看。若兰，你辛苦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。多谢母亲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今日之事，姐姐她……娘，今日之事全是沈清慈一手造成的，他推倒若兰，害得若兰早产，险些一尸两命。娘，这样的毒妇，我陆家留不得，我要休了他。母亲，不怪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出来走动，姐姐她不是故意的。青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这孩子看着可不像早产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孩子白白胖胖，分明是足月生产的模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若兰是被你推倒，受了惊吓才早产的。姐姐，你害我还不够，如今连我的孩子也要污蔑吗？既然你说自己是早产，那这孩子是几个月早产的？当然是6月，不7月。到底是6月还是7月？我刚生产完，身体虚弱，一时记错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连自己的孩子怀了几个月都记不清，确实奇怪。沈清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这孩子根本不是早产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为什么要掩盖？早几个月，晚几个月又有什么区别？是啊，早几个月，晚几个月有什么区别呢？除非这孩子根本就不是陆家的。青瓷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沈青瓷，为了报复若兰，连这种下作的话都说得出口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世子不妨仔细看看这个孩子，看看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这孩子浑身上下哪里有半分陆家人的模样，反倒更像一个人。像谁？若兰妹妹的前夫王二麻子。这孩子还真像王二麻子，陆家人都是大眼睛高鼻梁，这孩子却是小眼睛塌鼻梁。姐姐如此污蔑我，我干脆带孩子去死！说了，沈青瓷，孩子五官还没长开，长大自然像陆家人，你非要逼若兰才甘心。既然世子坚信是陆家血脉，那便滴血认亲。验就验，我怕你不成？容了，沈清言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姐姐如此污蔑我，必须给我一个公道。世子，这碗水你敢换一碗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媳妇儿，我来看你了，咱儿子呢？儿子，快让我抱抱！沈清言，你把他叫来做什么？王二麻子，滴血。昭远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所以，这孩子真是他的？不是，昭远哥哥，你骗我！怀着别人的孩子让我接你进府，把我当傻子耍，你真让我恶心！滚！好一个沈若兰！母亲，我是被逼的。住口！来人，将他和野种各打20大板，王二麻子一并送官。不要！昭远哥哥，救救我！昭远。青瓷，是我们陆家对不住你，昭远糊涂，被沈若兰迷了心窍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，我不需要道歉，我要休夫。春和，收拾东西，嫁妆、账本、钥匙，一样不少清点清楚。侯府的东西一件不拿，属于我的一件不留。是，小姐。青子，
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需要，我觉得恶心。你今日若走出侯府，就再也别想回来。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回来。滚！快点，别让人看见。我离开后，他整日酗酒，不理家事。不过半年，侯府便败光了家产。小姐，你看那个人。青瓷，走吧。活该。怎么今日才回来？路上遇见一个不相干的人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回来就好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走，回家。这几间铺子是我当年的陪嫁，生意尚可。田庄铺子的账目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你才回来几日，就忙着查账。女儿大了，该替娘分担。小姐，外面来了好多人堵住大门，说老爷欠了5万两银子。什么？走，出去看看。欠债还钱，不还银子就不走。沈老爷亲笔签下5万两，如今人不见了，只能找沈家。我从没听说他借钱，沈家生意好好的，为何借这么多？白纸黑字，我们只管要钱。5万两可不是小数啊，这成空壳了。怎么回事？说郑婷欠了5万两。确是郑婷自己，可他为何借这么多？郑婷虽已离开，但欠债时他还是家主，沈家该还。嫂子，这件事关系到沈家存亡，你还是尽快筹钱吧。 5万两不是小数，更何况这些银子去了哪里，我们根本不知情。可借据上的字迹确实是郑婷的，若3日后拿不出银子，沈家的名声就毁了。如今沈家产业都在你手中，总要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。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拿自己的嫁妆替沈正廷还债？郑婷借钱时毕竟是家主，这笔债沈家不能不认。等等，族叔说借据是真的，我看过了，确实是你父亲的字迹。字迹相同，就能证明这些债真是我父亲欠下的吗？5万两银子去了哪里？父亲为何从未提起？你们不查清楚，就急着让母亲拿产业还债。那你想怎么办？3日之内，我自会查清楚。若是查不出来呢？那也是3日之后的事。好，那就等你3日。3日时间，我们真的能查清楚吗？娘，父亲虽自私无能，却最看重脸面。若不是万不得已，绝不会欠下5万两。可族人都说字迹是真的，字迹可以模仿，借据也可以伪造。你是说有人陷害沈家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5万两银子在账上毫无痕迹，这本身就不对。娘，这件事恐怕比我们想象中麻烦。这些借据上盖的全是沈家家印。不错，确实是家印。既然借据是真的，这5万两必须由沈家来还。没有现银，不是还有铺子和田庄吗？不能卖，这些大半是用我的嫁妆置办的，事情未查清，凭什么拿我的嫁妆替他还债？可这些年一直是你掌管生意，出了亏空，你总不能一句不知道就摘干净吧？债主今日刚上门，银子去向未明，诸位不去查银子去了哪里，反倒急着逼我母亲变卖嫁妆。怎么，今日不是来查账的，而是来分我母亲家产的？够了，嫂嫂，郑婷已离开，产业又由你掌管，如今冒出5万两亏空，未给族中交代，你暂时将沈家产业交由族中共同管理。你们要我交出产业？只是暂时，查清后自会归还。你笑什么？债主今日刚上门，族叔便迫不及待要我母亲交出产业。莫非族叔早就知道今日会有人来讨债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也是刚刚得知才赶来的。族叔何必激动？青瓷，我知道你想护着你母亲，可你总不能凭几句话让整个沈家陪你们承担风险。把东西拿上来。原本我还想给嫂嫂留些体面，既然你们始终不肯承认，那我只能把证据拿出来了。这是沈家半年前的账目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几笔银子的吃取，而掌管这些账目的正是嫂嫂。不可能，我从未见过这几笔银子。
嫂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否认吗？这上面不仅有账房的记录，还有你的私印。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连私印都有，难道这些账还能是假的？嫂嫂，只要你暂时交出沈家产业，我可以不再追究。青瓷，你笑什么？娘，3月初7那日你在哪里？那时我还在别院养病。你可曾回过沈府？没有，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好，整整1个月都没有离开过别院。诸位看清楚了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3月初7，我母亲亲自来到沈家账房，失取白银3000两。可从2月20到3月20，我母亲一直在别院隐遁，从未离开过一步。难道这账本真的有问题？别院所有丫鬟婆子都可以作证。既然如此，我倒想问问，这3000两银子究竟是谁替我母亲取的？不过是记错一个日期，一笔账有问题，总不能证明整本账是假的。债主突然上门，父亲不知所踪，账本又出现一笔根本不存在的账，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，族叔真觉得只是记错日期？那你想怎样？给我3天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查清5万两银子去了哪里。若查不出来呢？若查不出真相，我和母亲主动交出沈家所有产业。青石，沈清言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自然。好，当着所有族人一言为定。族叔，这个结果你满意吗？小姐，只有3天，咱们怎么查？你不该拿所有产业冒险。娘，您不觉得族叔今日太着急了？债主刚来，他便带人赶到，借据刚拿出，他便让您交出产业。难道都是他做的？还没有证据，但既然有人费心做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春和，去查，我要知道这5万两银子最后究竟进了谁的口袋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查到了。说，账本上的银子全都流进了一家叫永盛商行的铺子。永盛商行5万两银子，一笔不少。走，去看看。小姐，里面没人。请问永盛商行的人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前几天还好好的，突然一夜之间全搬空了。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查账，提前跑了。 3日之约刚刚立下，永盛商行却人去楼空。小姐，这也太巧了。不是巧。姑娘，你们查永盛商行做什么？他们拿了沈家的银子。沈家？可永盛商行不就是你们沈家人开的吗？你说什么？这附近的人都知道，永盛商行背后的东家姓沈。你见过他？见过几次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沈正荣。沈正荣？原来是你。果然是沈正荣，难怪他逼夫人交出产业。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局。你确定永盛商行的东家是沈正荣？确定，他常来，附近不少人都见过。小姐，证据确凿了。还不够，既然要动手，就要让他再无翻身之好。大小姐，沈正荣召集所有族人去了沈府，说3日期限已到，要夫人交出产业。明明还有1天。他说债主等不及了，今日必须有个结果。这么快就等不及了？小姐，只有商户证词，万一他不认怎么办？他当然不会认。那还回去？回去，但不是为了争辩，而是为了收网。费尽心思伪造借据账本，又召集所有族人，无非认定我找不到证据。既然他想当着所有人的面逼母亲交出产业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撕开他的真面目。可咱们还没有真正的证据啊！谁说没有？既然他这么急着送死，我们就回去送他一程。3日期限已到，既然查不出真相，就该交出沈家产业。谁说我没查到？5万两银子看似流向不同，最后全进了永盛商行，而永盛商行的东家就是族叔你。
一派胡言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永盛商行账目和商户证词在此。你与我父亲联手制造假账，将沈家银子转入商行，如今又逼我母亲交出产业。从一开始，你想要的就是整个沈家。就算商行与我有关，也不能证明银子是我转走的。借据都是沈正廷亲手签的，要找也该找你父亲。族叔以为这样就能摘干净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还有脸回来？那5万两银子确实是我转走的，借据是我签的，账也是我做的，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郑荣无关。正廷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大哥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笑什么？5万两银子全进了永盛商行，而商行东家正是沈正荣。事情败露，父亲却突然出现，把所有罪名揽到自己身上。那些银子是我借商行周转。那父亲不妨告诉我，5万两银子用在了什么地方？我是不想交代，还是根本交代不出来？放肆！我是你父亲。父亲，你纵容沈若兰害我，逼迫母亲，如今又联合外人谋夺产业，事到如今，倒想起自己是我父亲。总之都是我做的，你们要追究便追究我。原来如此，父亲，你这么急着认罪，该不会以为替他扛下这一切，就能重新回到沈家吧？胡说！我是家主，调动些银两有何不可？调动？那父亲解释一下，5万两银子为何大半变成真娘名下的宅院和田产？真娘？你不是说她早就死了吗？这些年你一边花着母亲的嫁妆，一边供养外室，如今更与沈正荣联手做假账，想吞掉沈家最后的产业。住口！沈家的银子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沈家的银子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沈家大半铺子田庄都是用我的嫁妆置办的，这些年你没赚过1文钱，反倒拿我的银子养外食。嫂嫂，这些事都是正廷做的，与我无关。沈正荣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哥，借据是你签的，银子是你转走的，如今可不能把罪名推给我。当初明明是你让我把银子转进永盛商行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，假账是你做的，债主也是你找来的。你答应我，只要拿到沈家产业就分我一半。沈正廷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现在事情败露，就想让我一个人顶罪？住口！族长，这是商行账目，沈正荣转移银两，伪造账目，找来债主逼我母亲交出产业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们自己也已承认。混账！为夺家产，竟联合外人谋害族中产业。从今日起，沈正荣逐出族中，所有转移银两产业全部追回。不可能！族长，我已说出真相，算将功补过。我能不能重新回沈家？回沈家？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弥补。从你拿我嫁妆供养外室那天起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滚！夫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滚出去！小姐，咱们赢了。是啊，终于结束。大小姐，门外有人要见你，陆昭远。青子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沈若兰骗了我，我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。爱我？若今日一无所有的人是我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从前我受尽屈辱，你可曾有过半分怜悯？赶出去！昭远哥哥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落到今天这地步？陆昭远，当初明明是你说只要毁了沈清次名声，就能让我取代他嫁进侯府。你闭嘴！我为何要闭嘴？当初在沈清次的绣球里藏男人私物，是我们一起商量好的。我让你闭嘴！如今你一无所有，再把所有责任推给我，你做梦！原来当年的绣球事件是他们联手陷害沈大小姐。若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会做出那些事？你胡说！当初明明是你提议毁了沈清次名声，让我取代她嫁进侯府，如今一无所有，倒把责任全推给我。原来绣球事件真是他们联手陷害沈大小姐，做出这种恶事，竟还有脸互相推卸。
滚出京城！小姐，陆昭远和沈若兰在大街上吵起来了，他们当着百姓的面把当年陷害您的事全说了出来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真相了。都过去了，害我的人都付出了代价，我自然高兴。不过比起这些，我更庆幸母亲还活着，你也还陪在我身边。奴婢当然要一直陪着小姐。还看什么账本？饭菜都要凉了。小姐，快走吧。来了。小姐，城南新铺子今日又赚了不少银子。1年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。奴婢替小姐高兴嘛。如今京城谁不知道沈家生意都掌握在小姐手里，都说小姐比那些男人厉害多了。娘，今日天气好，陪娘出去走走吧。好。我想上去看看。去吧，我和春和在下面等你。这里是我当年抛绣球的地方，也是我两世命运改变之处。上一世，我在这里被沈若兰陷害，身败名裂，失去了婚约，失去了尊严，最后惨死荒野。那时的我，将命运交给父亲，交给陆昭远，交给所有人，唯独忘了交给自己。可这一世不一样了，我揭穿了沈若兰的阴谋，让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我休掉陆昭远，再没困在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身边。我保护了母亲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青瓷，小姐，夫人说带我们去吃好吃的。上一世，你任由别人决定命运，输掉了一切。可这一世，我们赢了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觉得活着真好。小姐，夫人，快走吧，再晚好吃的都没了。就知道吃。上一世，那个任人摆布的沈家嫡女已经死在了荒野。这一世，我是沈青瓷。我的人生，我的命运，从今往后，只由我自己做主。